這次大帥給大家分享一個簡單易用的1小時策略。這個策略呢，主要用到2個，一個就是標準的一個布林帶，用來判斷位置和用來判斷方向。還有一個呢，就是大帥自己編寫的這個大帥 MACD 優化指標。這個指標呢，是免費分享給大家的，在下方簡介區大家可以找到。現在已經有1200的點讚了，謝謝大家的支持。這個1小時策略呢，它的特點就是快，短線的快速的抓到一波行情，來找弱中弱的一個節奏。所以呢，這個策略呢，往往不能持續很久，基本上盈利時間就是到1到4個小時就得平倉了。但是優點呢，就是它的速度很快。所以說呢，可以短線的快速把握住一個1到4小時的機會。一般呢，比較適合像大帥這種經常盯盤的啊，因為你盯盤你會發現有的時候行情來了就是那麼一波，剩下的話呢又要在這震來震去。然後喜歡大帥的呢，也記得訂閱大帥的頻道，給大帥點個讚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在下面留言。好，首先說一下，在這裡呢，我們需要打開2個指標，一個是標準的布林帶，要用它來判斷支撐阻力以及方向，判斷到底行情有沒有結束。這個呢，我們點擊上方的技術指標，輸入 BB，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布林帶的標準指標了。這個呢，把它應用在主圖上就可以了。下面的話呢，我們要用這個大帥 MACD 優化。它的特點的話呢，是修改了基礎的 MACD， 使它結合了量能。大家知道，基礎的 MACD 是不具備量能的，只有2個均線的一個穿插來做背離。但是優化之後呢，我把量能加進去了，它就會更可靠的反映出市場的行情。所以呢，我們才能做弱中弱，就是在量能不足的時候來做這種短線的快速的機會。所以這個呢，一定要用這個我的大帥 MACD 優化指標。下面有在這裡呢免費分享給大家。然後呢，你把它導入進去，收藏，然後選擇這個在圖表中使用，然後就可以在技術指標的這個收藏界面，注意要收藏界面，看到這個大帥自己編寫的大帥 MACD 優化指標了。現在已經有1200的點讚了啊。好，然後把這2個指標都打開完成呢，我們打開1小時週期。這個策略呢，不管是在股市、期貨還是加密貨幣等等都可以使用啊。我們先來看一個這個加密貨幣的例子，然後一會兒呢，我們再來看股市、期貨的例子。首先呢，這個策略是找弱中弱，來找快速的下跌，避開震盪。就是我們不去做這種震盪行情啊，我們只找快速下跌的機會，所以它有以下幾點要求。第一點呢，一定是大帥 MACD 優化在紅線附近，且不成功上穿紅線。因為如果上穿紅線，它就進入了一個上漲行情了。我們需要找的是這種在紅線附近過不去，拐頭的第一根線。代表目前的量能是不充足的，只有量能是不充足呢，它才容易構成一個加速下跌的狀態。如果放量的話呢，那代表要麼空方被洗出去了，要麼資金承接了，那它就很容易造成反彈。所以這點我們注意一定要選擇這個位置。這個位置的意義就是量能不足，空方還沒有被徹底掃掉，那麼就很容易再來一波加速的下跌。好，然後同時的話呢，除了量能之外，我們還有一層雙重的保險，就是 K 線也要在布林通道的中軌下方。這個是另外一重弱勢的表現。這個呢，前面大帥給大家講過，當 K 線在布林通道中軌以上的時候，它往往是強勢狀態，這會兒你去做空是不利的。所以我們要同時滿足這2個：MACD 優化到0軸附近這個是最好的位置0軸附近代表已經反彈了一點點，同時布林線在中軌下方。那麼
確認的位置呢，就是拐頭的這個位置。讓我來放大一點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位置，白線由前面的往上拐頭為往下，這就確認了。那麼對應的 K 線呢，就是這根 K 線。有的朋友會覺得，這個 K 線已經跌了這麼多了，還能安心嗎？但我們這就是弱中弱的秘籍，不要怕啊。止損的話呢，我們設在布林帶的一個中軌，也就是說布林帶的一個強弱分界線，並且大家知道布林帶中軌往下的時候，中軌會持續往下，所以呢，你的止損也可以跟着中軌往下不斷的降低，來保護你的一個倉位。好，那麼開空的位置呢，就是這個位置，然後布林帶對應的這根 K 線止損設在中軌下方，這個呢設置就完成了。接下來的話呢，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沿着布林帶中軌持續下跌，同時白線持續往下，代表空方持續強勢。在這裡呢，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兩個位置，這兩個位置發生之後，很有可能強度要轉變了。第一個位置 ，K 線站上布林帶下軌，弱的時候呢，它往往很難站上布林帶下軌，這個要注意。第二個呢，如果這個 MACD 開始跌不動了，或者這個白線開始走平了，這種呢也一定要注意。這兩個位置要注意。當然，如果你說我想順便把握一波趨勢，那麼你就沿着中軌來不斷的降低止損就可以了。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趨勢方法。但一般來說呢，這個不建議大家說去把握一個趨勢啊。一般我們就拿個2到3根線，一般不會超過4根，對吧？因為它跌得太猛了，一般都不會超過4根。這樣的話呢，就能把這一整波的行情全部收住了。好，我們再來看一個股票市場的例子。在這裡呢，我們以這個英偉達為例，同樣切換到1個小時週期，我們可以看到符合的位置也在這一個位置。那麼這個位置呢，同時也滿足了剛才講的2點要求。第一點呢，我們放大一點，這個呢已經漲到0軸附近了，紅線即將變綠線了，代表已經有了一波反彈了。同時的話呢 ，K 線在布林帶的中軌之下，中軌附近那麼這個呢就是一個好的位置。那麼這根 K 線，也就是白線重新開始拐頭往下的第一根 K 線，就是一個好位置。我們可以看到接下來呢又跌了2根 K 線，一根跌了 0.8， 一根跌了 2.8， 等於2個小時跌了 3.6 這個還是比較合適的，對吧？再往下的話呢，它又進入了震盪狀態，所以我們就來抓這種短線的快速行情，就是鎖定這種同時符合2個要求的位置，同時呢也在阻尼位附近，然後這邊呢也在0軸附近剛剛拐頭，量能不足，然後等它重新站上下軌的時候，我們就得注意了。剛才講了2點之一，有一點呢就是重新站上下軌，那這個位置呢我們就要注意要避開了。好，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一個商品期貨的案例。這裡呢用最近漲得很好的這個白鷹來舉例，同樣的位置符合上述2點要求。第一點 K 線的話跌穿布林帶的一個中軌，或者在布林帶的中軌之下，這點很重要。第二點的話呢，白線到0軸附近過不去，開始第一次拐頭。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呢，在這裡呢也是符合這2點要求的。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下一根 K 線直接跌了 2%， 然後在下一根 K 線就站上下軌了，那它有可能就要反彈了。所以我們就是抓這種短線的強度不夠的一個延續下跌的弱勢行情，這個就是這個策略最好用的一點。我們不去說追逐趨勢，雖然前面也講過很多追逐趨勢的辦法，很多辦法你可以利用在布林帶中軌之上拿住一波趨勢，但是這種的話呢，適合不怎麼盯盤的人。對於大帥等等，可能有些朋友經常盯盤的，那麼對於大家來說呢，更適合這種把握短線的機會，從而找到短線快速的一個
買賣點位的一個方法，短線快速吃一口就走。你最喜歡大帥的哪個指標？或者你想看大帥關於哪個指標的視頻教程？歡迎在下面留言，謝謝。